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 Raymond Kurzweil 曾经成功的预测过互联网时代爆发的时间点，包括苏联解体的时间点，甚至包括 IBM 深蓝将于2000年左右战胜人类国际象棋大师。你可能认为这又是一个通过概率，然后或者说有特异功能，一个招摇撞骗的一个骗子。但其实 Raymond Kurzweil 在光学字符的识别，包括语音转换文字、语音识别技术，包括电子键盘乐器，这些领域都被誉为是技术的先驱。可以说他的预测大部分是基于他对技术的认知和理解。你可能对此还存在一些疑虑，但或许你可以相信 Google 的选择，因为 Raymond Kurzweil 在 Google 担任技术总监的职位。那么 Google 作为世界上最好的科技公司，可以说都没有之一，那么他不可能去雇一个江湖骗子去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Raymond Kurzweil 的厉害之处不在于他能够成功的预测到事物的发展，更关键的是在于他往往能够给出一个准确的时间点，或者说他能够给出一个准确的点，这项科技或者这项技术可以在这个点上呈现指数级的增长，他称这个时间点为起点。在他自己2010年发布的一篇报告中，他计算过，他总共进行过147次的预测，其中115次完全正确，12个基本正确，17个部分正确，其中有3个是错误的。那么它的准确率达到了86%。他认为技术的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指数级的增长，那代表着在某一个时间段内，那么它会呈现出呈几何倍数增长的趋势。那么这就代表具有人脑计算能力且我们都可以负担起的设备是指日可待的。那么这对于现在高速发展的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或者是新能源方面意味着什么呢？首先，他根据当初自己的计算预测，大概人类会在2020年左右拥有一个 exaflop 计算能力的计算机，并且人工智能在处理一系列问题会表现出比人类更强的能力。首先，英伟达在2023年，就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发布了他们全新的 GH200 的芯片。那么这个芯片的处理能力已经超过了exaflop， 正式成为了1级性能的计算设备。而且大家注意，这一款显卡是可以实现量产的产品，而且这类硬件它主要应用的领域就是我们目前熟知的 AI 算力这个领域。而且目前我们熟知的 ChatGPT 也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可能它处理事物的能力并不能超过荧幕面前的你，但是它在一些特定的领域确实已经超过了很多人类的水平。那么另外一个预测就是2023年，他认为人类可以使用脑机接口技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去增强我们大脑的性能。另外，人工智能还将利用脑机接口对我们的大脑进行彻底的逆向工程，通过理解和放大我们大脑的能力，去制造或者说增强更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首先，对于脑机接口技术，大家知道马斯克的 Neuralink 这个脑机接口公司于2023年的5月份已经获得了 FDA 的批准，可以进行人体的临床实验了。一般 FDA 批准你可以进行人体临床的试验，那么就说明你肯定已经经过了体外的测试。Neuralink 的目标是在4年内开发出相关产品，率先帮助脑部严重受伤的人，比如说中风或者癌症的病变，以及一些先天的脑部疾病的患者。另外，对于 Kurzweil 说的利用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大脑进行逆向工程，我们可以从 OpenAI 最近发的一些公告或者一些采访中看到一些启示。目前 OpenAI 的大模型一定程度上人类已经无法去彻底的去解释它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了。
那么他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靠更先进的模型去解释过去的模型，比如说他们现在靠 GPT-4 的模型去解释 GPT-3 或者 GPT-3.5 是如何运转的，确实也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那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的大语言模型在某一个时间点完全达到远超人类大脑的能力的时候，那么它通过脑机接口去逆向解释我们大脑是如何运作的，那么似乎确实是一个可行的方案。Kurzweil 还预测呈指数级增长的人工智能技术，包括计算机技术，会支持完全的沉浸式的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给我们创造一个虚拟环境和真实环境完全无法区分的体验，那么将永远改变我们目前的交流、娱乐等其他人类活动的方式。那么大家可以通过苹果近期发布的 Vision Pro 看到，苹果已经在往这个方向去进行努力了。而且事实上 Vision Pro 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测评，包括 Vision OS， 那么它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呈现出了完全沉浸式的体验。事实上 Kurzweil 认为这仅仅是一切的开始，大概到2030年左右，这种指数级增长的人工智能技术，它的算力将达到我们全世界所有人类大脑算力的总和。那么到2045年左右，只需要$1000左右就能够购买到一台拥有10亿倍与人脑计算能力的人工智能设备。 Kurzweil 承认一个指数级增长肯定是会有一个上限的，但是这个上限会比我们认为起点到来所需要的那个计算能力的值高出数万倍。到2050年，他给出的预测就更加引人注目。他认为，随着纳米技术的高速发展，到时一个人工智能设备会无缝地嵌入我们的身体、衣服、家庭，包括城市所有我们可见的一切事物当中。那我们到时就将与人工智能形成一个完美共生的一个状态，重塑我们的生活、娱乐跟工作的方式。到21世纪下半叶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方式可能就会沉浸在一个完全让人沉浸、物理原理又让人信服的虚拟世界当中。这些虚拟构建的现实，到时候可能会跟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呈现出一样的规律，甚至同样具有意义。另外，它一个重要的预测就是，随着纳米技术的高速发展，再结合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到时人工智能会与我们的身体跟意识进行一个完美的融合。到时纳米技术合成的器官跟细胞就可以完美替代我们目前人类身上的任何器官跟细胞。到时候我们会彻底突破人类的生物限制，相当于我们就会解决所有的疾病和衰老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实现真正意义的永生。那么对于时间方面，他也做出了预测，而且就在不久前，他还对这个时间进行过一次修改。他预测从现在算，只需要不超过8年时间，就可以通过创造一种全新的皮质，就相当于替代我们的皮肤的一种物质，来实现这个永生。虽然说8年的时间听上去比较夸张，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有钱人吧，就比如说李嘉诚是28年的生人，已经95岁了，那依然可以天天运动，而且还接受采访，而且接受采访的时候口齿清楚，侃侃而谈。那沃伦巴菲特是1930年的生人，那也90多岁了，每天吃麦当劳、汉堡、可乐，吃雪糕，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或多或少有一些问题。另外一个重要的预测就是关于新能源的，他预测到2100年左右，我们人类就可以完全实现无限制的高效的清洁的能源。那么说到这里，我需要就说一下 OpenAI 的创始人兼 CEO 山姆奥特曼。大家都知道，山姆奥特曼在 OpenAI 是没有任何股份的。他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他的工资只够他给自己交纳一个
类似我们的养老保险。他之所以没有股份，是因为他当时把自己大部分的钱都投给了一家叫 Hylin Energy 的可控核聚变公司。当初他个人投资就达到了3.75亿美金。我们知道山姆奥特曼曾经很长时间担任过 YC 的掌门人，那么在 YC 的时候，他就筛选了很多当初要搞这个可控核聚变研究的公司，最终找到了这个 Hylin Energy 公司。他认为这个公司是所有公司当中最有可能实现可控核聚变的一家公司。所以我认为他当初在 OpenAI 没有股份，很大的原因就是他认为可控核聚变的技术如果实现，那要比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带来的颠覆性会更大。那么之后我们会找一期节目专门来讲一下什么叫做可控核聚变技术，还有这个 Hylin Energy 公司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节目的最后我想说，很多人认为 Raymond Kurzweil 更像是一个科幻作者，但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他所预测的这些领域，基本上都是按照他预测的方向在发展的，而且或多或少都做出了很大的突破。你要知道，这些所有的预测基本上都是在2010年之前进行的。那么可能最终预测的结果在时间点上会有一些出入。不管怎么样，它都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就像他所说，如果我们跨过了那个时间上的起点，那么我们就拥有一个无限想象空间的未来，无限精彩的未来。所以我想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一个关于抑郁症的一个话题。其实抑郁症这个话题，我在这方面个人是比较谨慎的，而且有一些地方我个人也是羞于表达的，但是我其实是可以理解抑郁症患者心里的一个想法的。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对未来没有希望了，对人生充满绝望。我认为那是因为你当时脑中想象的未来并不是一个更远的未来。如果你把这个人生这个时间线放长的话，有一些事情的想法就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活下去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哪怕是像一只蟑螂一样活下去。因为我认为不但科技会有所谓的起点，其实人生也会有起点。熬过这个起点，你的人生就有无限的可能，甚至会拥有你完全想象不到的精彩程度。所以坚持下去，加油！我是大岳，我们下期再见，拜拜。